不是千金小姐了，不是想当侯夫人吗？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病老鬼？我没有。你生是我陈家的人，死是我陈家的鬼。娘，救我，带我回家。玉娥，对不住了，堂儿在外面吃了10几年的苦，其实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堂儿表姐才是亲生女儿？那我呢？母亲，娘疼了你这么多年，就当是你报了娘的生恩了。陈家这火坑，总不能让我的亲骨去跳。原来一切都是算计，你们好狠的心！我这一生错付亲情，遍体鳞伤，万念俱灰。若有来世，我没死，是梦吗？小姐，益州来信了，说是姨父姨母相继去世，堂儿表姐孤苦无离，要进京投奔咱们夫人呢。柳檀儿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脸色煞白的。小姐，您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见祖父。上一世，表姐入府后抢走了我的一切，父母的宠爱，兄长的关怀，衣服首饰，甚至未婚夫婿。母亲为了成全他，在我们同时出嫁那日换了花轿，让表姐替我嫁给侯府世子，而我则嫁给了暴躁凶虐的病疗鬼。玉娥，你这是为何？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祖父，孙女求您一件事，我要进宫，求祖父成全。玉娥，你这是为何？之前为了宁远侯府那个小子王伦，你不是死活都不想进宫吗？孙女和王伦并无半分私情，不过是这2年王梁两家走得近了些。如今孙女已经想明白了。唉，罢了，你若真想好了，此事交由祖父去办，但切记，圣旨未下之前，暂且瞒住你父母。多谢祖父。桂枝，把那个鎏金梳妆盒，对，还有8宝琉璃灯，统统收进大箱子里。桂枝，祖母生前送我的那套蓝宝石珍珠头庙，还有那2套蜀锦做的衣裙色霞纱胶纱帐，全部锁起来。小姐，这不年不节的，又没到出嫁的时候，咱们收拾这么贵重的东西做什么？现下不收，等过几天柳堂儿来了，这些东西就都不是我的了。表姐，这根金簪送你，全当妹妹的一点心意。谢谢妹妹。夫人，堂儿知道自己身份低微，不配用金饰，可玉娥妹妹就算看不起我，也不该用这金包银的假货来羞辱我呀！你这心胸狭窄的孽障！她是你表姐，你怎可如此自私狡猾？我没有，母亲，我送的明明是真金的，是她偷偷换了。还敢撒谎！来人，把玉娥最喜欢的那个鎏金梳妆盒拿来，送给堂儿做弥补。前世我被你这楚楚可怜的伪装骗得好惨，今生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根线。把钥匙给我贴身放好，谁敢来要，直接乱棍打出去。一切都不是梦，
姨父姨母真的去世了，那个前世毁了我一生的柳堂儿又要来了。玉娥，你看，这几匹料子给你做夏衣。咦，这颜色衬你表姐，等她来了，给她做一身罗裙可好？不好，玉娥怎的这般小气？你表姐父母双亡，难道你不心疼她？又是这句话，如同紧箍咒一般让人恶心。母亲明鉴，女儿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姐虽然父母双亡，但她来我们家可是重要的贵客，又不是那些来打秋风的穷亲戚。这料子可是父亲指名道姓给我买的，大家都知道。如今您把它拿去给表姐，把我的东西塞给她，未免也太不重视她了吧？若不是父亲盲目糊涂，对母亲宠爱有加，你怎么敢如此堂而皇之的抬召一个私生女，还妄图踩在我的头上？还是我儿想的周到。咦，你的梳妆盒呢？那可是极其贵重的陪嫁物件。哦，那个盒子底部有个破损的地方，我想找人修一修。可那盒子也不是一般工匠能修的，怕放在外面磕碰了，便先仔细收了起来。一点小事就不必母亲挂心了。这丫头今日怎么处处透着古怪？以往见到我总是撒娇卖乖，今日却句句带刺。玉娥，你今日怎么这般反常？难道是你表姐要来，你怕失宠？傻孩子，母亲想多了。表姐到了咱们家，就如同您的亲女儿，我的亲姐妹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怕失宠呢？那，你歇着吧，娘先走了。母亲执掌督府多年，她要偏向柳堂儿，我根本抵抗不了，更别说婚姻大事了。只有逃到一个母亲父兄的手都伸不到的地方，我才能有活命。所以入宫势在必行。咱们大小姐心情不好，饿坏了该如何是好？天香楼的红烧肘子，偷偷吃，别让娘看到了。我们兄妹感情从来都很好，我也傻傻的以为他会一直这么疼爱我。怎么了？快趁热吃啊！怎么了？还生娘的气呢？快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只可惜，柳堂儿来了之后，兄长也更喜欢她。兄长，我知道表妹不是有意的，她只是觉得我出身低微，配不上和京中贵女们来往。你怎么能这么欺负表妹？她已经够可怜了。表妹，你为何推我？我再也不敢和王世子说话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没推柳堂儿，真的没有，哥你相信我。玉娥，你为何变成一个这般狠毒极度的女子？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数次被柳堂儿欺辱构陷，我哥从未替我做主，更不曾站在我这边为我撑腰。这样的兄长，我不要了。不用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为何？你不是没吃晚膳吗？这是你最喜欢的。我不喜欢吃了。我死的那日，父母和兄长正其乐融融地聚在宁远侯府，一起看望柳堂儿和王鸾刚出生的孩儿。我闭上眼睛的前一刻，还在等亲人来救我，可惜我什么都没等到。是了，你要嫁给王鸾那小子，不敢吃油腻的了。你想什么？我下次给你带。第一，我和王鸾没有关系，请你以后不要乱说。第二，以后不用给我送什么吃的，我不需要。玉娥，你是不是发热烧糊涂了？没事就回去吧，慢走不送。你心情不好，那算了，我下次再来找你。他怎么还听不懂？这一次是我先不要他了。怎么还不来？
玉娥，你表姐远道而来，你怎么穿得如此素净？上一世我盛装打扮，结果被柳檀儿明里暗里说成刻薄炫耀，最后连金陵路都被母亲要走送了她。母亲，我身体不适，不宜穿红着绿。姨母，我的好堂儿，你受苦了。这哭声比道观里的道士念经还要难听。她怎么穿得跟个丫鬟似的？这让我怎么借题发挥啊？母亲，堂表妹，别在风口站着了，快进屋吧。对对，快进去，姨母给你备了最好的院子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了，宁远侯府寿宴上，表小姐差点摔倒，是王世子扶的她，两人还聊了许久呢。小姐，您不着急啊？急什么？上一世我被换嫁，王鸾为了护着柳堂儿，可是将错就错，踩着我的尸骨成就他们的美好姻缘。这一世，他们休想踩着我上位。玉娥妹妹，听说你风寒未愈，我特带了些补药来看你，可不能仗着年轻大意了。王世子不必挂怀，小女无事。咱们都大了，还是不要再来往了，以免不合礼数。玉娥，你别说笑了。没人和你说笑。是因为昨日寿宴我扶了你表姐吗？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扶她的。我对你的心意，难道你不知？对，就是因为你扶了柳婵儿，因为你喜欢她。我梁玉娥不要你这样三心二意、心智不坚之人。怎么会？我心悦之人是你，你表姐那种身份，连给我做妾都不配。玉娥，我再也不和你表姐说话了，还不行吗？我王毅发誓，此生只有你梁玉娥一人。和你说人话，你听不懂是吧？王洛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以后别再见了。桂枝，关门。世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我家表妹被姨母宠坏了，总是发大小姐脾气，您别往心里去。都是你，害得玉娥不理我了。梁玉娥，你给我等着！玉娥，你不是说病了吗？怎么还在院子里摆弄这些花草？母亲有事吗？表妹，我知道你怪我，自我来府里，你始终避而不见，定是看不起我这等穷亲戚。姨母，你还是送我回益州去吧，免得让表妹心烦。玉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表姐远道而来，你不仅不尽地主之谊，还如此刻薄寡恩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刻薄寡恩，母亲，你可知上一世正是你的好外甥女将我推入火坑，活活折磨致死。母亲想让我说什么？说我为何不把自己的首饰拱手相让，还是说我为何不去给表姐当踏脚石？你胡说什么？母亲，你看看她，这一身浮光锦，头上戴的金步摇，哪一样不是我们梁家的东西？薛家表小姐来做客，也未曾像她这般打秋风。姨母，我没有。您问我为何不愿意和表姐交往？因为她德不配位，因为您偏心糊涂，因为表姐动辄流眼泪闹委屈，一个不合如意就和人告状，这般小家子气的作风令人作呕。放肆！你这个逆女，竟敢如此编排你表姐！我看你是被惯坏了，今日我非要动家法不可！你打啊！你若是打了我，祖父回来，我看你怎么交代！你拿你祖父压我！我是你亲娘，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夫人，小姐，老太爷传话，宫里来人了，带了圣旨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特重位号，以表疏光。侧耳公布侍郎之女梁玉娥为良妃，上以左坤仪于长乐，下以绵四序于昭廷。为敬为和，庄光内直，克勤克慎，拥护红旗，钦此。臣女接旨，多谢公公。梁妃娘娘，这圣旨收好吧，10日后宫里会派人来接娘娘。辛苦公公传旨，客气。日后咱家要梁妃娘娘照顾才是。客气。玉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进宫的？为何不与我和你父亲商量一下？是啊，你不是不想进宫吗？怎么突然就成了良妃？妹妹，你是真的生气，恨不得抛下我们所有人是吗？行了，和你爹娘老子好好说句话吧，毕竟10日后就要进宫了。早就对这个家绝望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玉娥，怎么会如此？为何你要进宫？我和你爹都不知情，你必须给我分辨清楚。方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母亲既然有了表姐，又何须女儿日日侍奉？有表姐一人足矣。只是为了你表姐，你就要进宫？你简直胡闹！你表姐只是个外人，怎能和你相比？你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是梁家的大小姐。你这样拿自己的终身大事赌气，成何体统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来。妹妹，当今陛下性情坚毅，冷血铁傲，连他的母族都杀光了。他对自己的外家尚且毫不留情，又怎么会疼惜妻妾？你怎么这么傻，非要自找苦吃去嫁一个暴君？请各位慎言，如今我已是圣上亲封的良妃，这些大逆不道胡语，别再说了。若传出去，梁家满门抄斩。以后你们有柳堂儿承欢切下就行了。对了，母亲应该不能再罚我跪祠堂了吧？还请母亲把祖母留给我的嫁妆立刻全部归还，尤其是表姐手腕上那个玉镯，那是祖母的心头好，可不是用来给你娘家的落魄亲戚贴金的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把祖母的嫁妆全要了回来。柳堂儿再哭再闹也无济于事。除了祖母的嫁妆，府里还要额外出1大份嫁妆。这次我是进宫为妃，母亲如果还敢瞎糊弄，就是对皇家不敬。玉娥，我不懂，只为了你表姐，至于把家闹成这样吗？我们也没有让她越过你去啊。这就是我父亲，绿帽子从头戴到脚，竟还不知所谓。父亲，您难道不觉得表姐长得更像母亲吗？不是吗？你这话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。反正如果我不走，母亲会抢走女儿所有的东西贴补表姐。我要是您，还是把事情搞清楚才是。兄长来说王鸾要死要活，可我已封妃，王家吓得直接把她禁足，也算他们识时务。丫头，连花花草草都送人了，真就什么也不留？祖父，我能带走的都带走了，但是我的院子谁也不许动。将来我若是回来省亲，看到有人动我的屋子，就是大不敬之罪。梁玉娥，你凭什么能进宫享福？这本该是我的。娘娘，老爷夫人竟然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派，
咱们以后在宫里可怎么熬啊？熬，在梁家那才是等死。进了这道门，才是我的活路。这辈子我不求恩宠，只求有一席之地容身。只要他不是个被绿茶蒙蔽的糊涂鬼，这高高的宫墙便是我的避风港。梁小主，这边请。娘娘，该歇息了。陛下今晚也不知会不会来。无妨，来与不来，日子总要过。你生是我陈家的人，死是我陈家的鬼。一想到陈昭那个病老鬼，依旧心有余悸，那种又疼又怕的屈辱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娘娘，喝口茶压压惊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陛下若是真喜欢我，对我反而是个巨大的负担。皇上驾到！娘娘，陛下来了，快接驾！莫慌。臣妾拜见陛下。他走过来了，这压迫感实在骇人。传闻他性情暴虐，我会不会第一天就触怒他？我睡床，你睡地下。熄灯。快走！好硬，这是什么诡异的展开？入宫第一夜竟然让我打地铺，看他这熟练的架势，绝不是心血来潮。难道他对女人真的反欲到这种地步？算了，不圆房更好，正合我意。我才不想伺候男人，只是这地铺也太折磨人了。暴君也是要睡觉的，只是可怜了我的老腰。娘娘，您是不是哪里得罪了陛下？没有啊，我话都没说上一句。那陛下为何让您睡了一宿地铺？今早走的时候更是连看都没看您一眼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您以后在宫里可怎么立足啊？慌什么？我死过一次的人，还怕这点冷落？啊，娘娘，您说什么死过一次？没说什么，去给我打水洗漱，换身端庄的衣裳。娘娘，咱们今天做什么？要不要去御花园碰碰运气，或者给陛下炖点补汤挽回一下？炖什么汤？那是吃力不讨好。走，先去各宫走动一下。如今宫里只有贤妃、皇妃和礼妃3位，贤妃代掌公务，咱们总得去拜个码头。碰，糊了，给钱给钱。碰，哎呀，贤妃姐姐今天手气怎么这么好？不玩了不玩了，这把我点炮。这宫里就这么几个高阶妃嫔，他们这是在打马吊？
妹妹真是标致，快坐快坐。妹妹日后就知道了，咱们宫里的日子轻松的紧。就是，陛下很少来后宫，咱们得学会自己找乐子。跟宫女打牌一点都不过瘾，他们总是让着我们，没意思透了。来，既然人齐了，咱们赶紧再打8圈。后宫规矩都不讲了吗？讲什么规矩？在显庆宫，马吊就是最大的规矩。原来这就是后宫的真相，没有勾心斗角的雌竞，只有3缺1的牌局，这样的日子甚好。来，妹妹多吃点儿，这可是御膳房的拿手好菜，别客气。多谢姐姐，今日真是尽兴。妹妹，昨夜陛下已经去过你宫里了吧？别想太多了，他一直那样。咱们姐妹都是过来人，习惯就好。就是，陛下很少来后宫，咱们得学会自己找乐子。跟宫女打牌一点都不过瘾，他们总是让着我们，没意思透了。来，既然人齐了，咱们赶紧再打8圈。就是，别往心里去，更别伤心。在这宫里，有钱有闲有牌打，比什么男人都强。多谢姐姐们提点，妹妹明白了。他一直那样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当年陛下小时候有口吃，极其不得先帝和先皇后的喜爱，先皇后把宝全压在了2皇子身上，是我一直不离不弃，仔细照顾。你有所不知，陛下小时候受了多少冷落欺侮，若不是后面几个皇子都夭折了，哪有他今天的风光？一个口吃的皇子本是无缘大同的，先皇后弃了他，只在乎幼子，宫里向来捧高踩低，他童年的日子必定如履薄冰，受尽折磨。怪不得他后来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拿贪赃枉法的旧家开刀，毫不留情。被至亲背叛的滋味，我太懂了。或许正是因为母亲对他不好，导致他对所有的女人都产生了极度的反感和防备。眼下也只有这么个解释了。想通了前因后果，我反倒彻底松了口气。他不爱女色，我便不用费心争宠，更不用担心侍寝的屈辱。只要守好本分，这日子不仅能过，还能过得很滋润。娘娘，您入宫晚，有些规矩不知道。陛下前朝政务繁忙，每个月顶多有1/3的时间来后宫。哦，那他是怎么安排的？咱们宫里就这几位主子，陛下每个嫔妃那里待上1、2天，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，雨露均沾。这皇帝当的倒像是打卡点卯。奴婢偷偷告诉您，皇妃娘娘一开始仗着美貌，不甘心每次都睡床下。有一次，她大着胆子勾引了陛下2次，结果呢？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不要罚臣妾的银子。结果被陛下重罚，罚了1年俸银，还禁足了半年。从那以后，皇妃娘娘就彻底消停了，整日寄情于马吊。贤妃和李妃娘娘的心路历程也大致如此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如此热衷打牌。看来不争宠不越界，才是这后宫唯一的生存密码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您请自便。这地铺睡2次，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不行，他睡他的龙床我不干涉，但我也绝对不能亏待了自己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回陛下，臣妾在打地铺啊。这叫打地铺？臣妾不敢打扰陛下休息，只是地下实在冷硬。臣妾想着，既然要长期睡地下，
总得让自己舒服些，陛下不会介意吧？随你。暴君也不算太难伺候嘛，这日子真是惬意舒服。看什么呢？珍珠衫据说是孤本，很受欢迎，插图精美。讲的什么故事？讲了青梅竹马、夫妻情深、劳燕分飞，还有破镜重圆。听起来故事内容很丰富，多少钱一本？10两银子。爱妃真有钱。你入宫也不少时日了，应该想念家人。今日正好有机会和你兄长聊聊吧。玉娥，不，见过梁妃娘娘。我今日乏了，无事退下吧。娘娘，这2个多月，家中父母甚是想念。为兄不懂，你当真丝毫不想家？臣遵旨。没想到你和娘家关系不好。虽说无不是之父母，可一个人偏心是没有理由的。要连着打半个月的地铺，唉，辛苦妹妹了。记得带个厚点的垫子。多谢各位姐姐关心，我赢了。同谢姐姐。哎呀，都不好意思赢你的钱了。你上床来睡吧，这边的床很宽，你我并排躺，之间还有1尺距离。这行宫是在山中，睡地上容易生病。你病了，岂非变成了累赘？臣妾不是故意的。不是。过来考考吧，别怕，救援最迟明天就会到。这是哪来的刺客？真够拼命的，简直是复古之血。我听他们好像喊着为承恩侯报仇。这群人我找了很久，就是为了斩草除根。如今送上门来，也不是坏事。自朕登基后，承恩侯就开始以国舅爷的身份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铲除异己。他做过的恶事罄竹难书，可在外人看来，他终究是我舅舅。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冷血？我相信陛下一定有自己的道理。陛下，只要咱们都无愧于心就好。玉娥，其实我小时候口吃，母后父皇都极其厌弃我。天降大人，堂堂大燕皇子，连句话都说不清楚，带下去！真是丢人现眼，二皇子可比他机灵多了。天降大人，长大后，我自己咬着笔，一点一点练习，
嘴唇都咬烂了，慢慢的不再口吃了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优秀，母后和父皇就会看到我，可这些都没用。在他们眼里，好像只有二皇帝才是母后亲生的。我才成年，就被父皇打发到边军历练，即使我这一路艰辛无法与人言述，我也不曾怨恨父母。6年前，二皇帝病重，父皇忽然800里加急召我回京。我一面担心二皇帝的身体，另一面却在卑鄙的庆幸，说不定没了他，父皇母后就能想起我了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只是希望自己能得到他们的肯定。可原来这只是个圈套！我那好舅舅承恩侯不知从哪寻来一个巫医，说可以施七行借寿之法，把我的命许给我弟弟。什么？借寿？他们把我囚禁起来，整整半年，每日放我的血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！怪不得他登基后对母族赶尽杀绝，这也太狠毒了！那是他的亲生母亲啊！只可惜，他们机关算尽，把宝压在鬼神之坛上，却毫无用处。即使再看重二皇子，也无法和阎王抢命。没错，到最后毫无选择，那个病秧子还是死了。老头子没有别的成年的儿子，只能将皇位传给我这个被他们抽干了血的怪物。二皇帝去世后，母后接受不了，也病倒了。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求我原谅她，原谅舅舅。她要我发誓，让她的母族继续享受荣华富贵。可即使是母亲的遗愿，我也不愿意遵从。不将承恩仇一族斩灭殆尽，无法解我心头之恨。原来他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痛苦，我心疼他。我的故事说完了。月娥，你呢？我午夜梦回，为何你也总是噩梦连连，一语不止？原来我也一直在说梦话吗？我竟然没发现，但能被他发现，我却有种难言的轻松。因为谢彻可能是这世上唯一能和我感同身受的人。入宫前，我大梦一场。你怎么这么任性？让你替堂儿出嫁是你的福分。表妹，你真不懂事，活该如此。我常常梦到自己回到那个漆黑幽暗的祠堂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被至亲之人抛弃的感觉就像刀子一样。别怕，我在。但如今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也好，谢彻也好，从头到尾，我们都没有过错，有过错的是他们，我们绝不能再继续自苦。陛下，即使你母亲不爱你，陛下，即使你母亲不爱你，你也要好好活下去，享受这大好人生。咱们没做错任何事。好，咱们都没错。陛下，你和我说了这么多皇家秘情，不会想要杀我灭口吧？这些事估计已经没几个活人知道了。你可真聪明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也太突然了！你不是我的妃子吗？亲亲摸摸都不行？也不是
不行，就是太突然了，而且这地点也不对吧？不突然啊，我已经对你流露心意许久，你一直都没有察觉吗？哪有？我和你一起睡了，我从未和一个女子同床共枕，半夜我总是搂着你，忍得很辛苦的。这段日子我去后宫，只去你宫里了，你都没发觉吗？我还以为他只把我当室友，只想让我一个人打地铺呢，原来这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我是不是一头热？我听人说过，没被爱过的人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人。我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以后再也不许说这种话了。山野山洞，晨光相伴，这般无人打扰的安稳时光，倒也难得。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屋，远离深宫繁杂，这般自由自在的样子，反倒格外舒心。这半个月来，我每天都想亲近你，可不知该怎么办，又怕吓着你。等回宫，我就立你为皇后，以后咱们日夜在一起，永远也不分离。一会儿该天亮了，你也差不多恢复一点力气了吧？你干嘛？很快的，再一会儿个鬼啊！就这样吧，大内侍卫该找过来了，若是被人发现，我就没脸见人了。他们已经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都给我把耳朵闭上，什么都没听见，听到没有？是统领。皇后，还在想什么？皇后，还在想什么？这凤冠太重了，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那就摘了。别闹，大白天的。怎么，皇后不喜欢？谢彻，咱们闲暇之余本该下棋读书，你怎么成天只想赖在榻上偷懒休息啊？读书下棋太过无趣，依我看，世间万般消遣，都不及陪着你静静依偎在一处。我才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本意根本不是这样，你分明就是故意曲解我。在我眼里，世间万般玩乐皆为其次，能陪着你，逗着你，才是天底下最要紧、最有趣的事。娘娘气色很好，怀相也好，肯定能一举得男。是啊，表妹，从前在家中有些误会，如今娘娘也快为人母，应当能体会为人父母的不必。你小时候娘多疼爱你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怎么会忘记？正因如此，后面的背叛才更痛。宫中一应事务都全，人手也都备下了，不必母亲挂心。若是无事，便退下吧。可娘娘，表妹，就让我留下照顾你吧。不必了，我累了。你表姐一直很关心你，想在宫中替我照顾你，侍奉你，就让她留下吧。娘娘，求娘娘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什么时候了，他们还敢打这个心思？看我怀孕了，就想要趁虚而入。如果柳堂儿能成功留在宫中，陈家的婚事自然就算了，她也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将功补过，
表姐这话从何说起？堂儿以前不懂事，惹妹妹生气了。如今妹妹怀有身孕，堂儿愿做牛做马伺候妹妹。是啊，莹儿，就让你表姐留下吧，有自家人在身边，我也放心些。母亲的好意，本宫心领了。只是这后宫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臣女拜见皇上。今日身子如何？臣妾一切安好，皇上不必过于紧张。皇后身子不适，怎么还想给她添堵？皇上息怒，臣妇只是想让堂儿留在宫中伺候皇后娘娘，臣妇不敢。你们做过什么，心中有数。若不是看在皇后的面子上，归安吧。皇上，装模作样的丑八怪，真是污了皇后的眼睛，还不滚！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能得到皇上的宠爱？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闲杂人等，速速离开！这种跳梁小丑，以后别让他们脏了你的眼。臣妾只是觉得他们的戏还没唱完。不管他们想唱什么戏，朕都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朕只要你和孩子平平安安。世子，玉娥在深宫寂寞得很，她昨日偷偷托我带话给您，说她旧情难忘。您先喝口茶，我细细跟您说。滚开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事到如今还敢拿玉娥来骗我！她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嫂，怎会念及我这个废人？世子，我什么都没了，舅母要逼我嫁给陈昭那会打死人的病老丑，只要你肯要我，哪怕做个通房丫头也行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做梦！我王乱就是瞎了眼，当初才会被你这绿茶表象蒙骗，弃了玉娥。你这等毒妇，离我远点！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咱们就同归于尽，谁也别想好过！你这种娼妇做派，给我儿子做洗脚鼻都不配！喜欢找男人睡觉，怎么不去青楼卖笑，还能赚上几两银子？你这贱妇，毁了我儿一生啊！皇后娘娘有旨，娘娘口谕，柳氏所作所为皆是她一人私欲，与梁家无关，与娘娘更无半分干系。侯夫人该如何处置，便如何处置。大理寺绝不会轻饶。臣妇叩谢皇后娘娘天恩，皇后娘娘明察秋毫，还我梁家一个清白。来人，把这毒妇押送大理寺，让她后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。我是梁家大小，你们不能抓我！王爷，你出来！你不是说最爱我吗？我的女儿啊，娘错了，娘不该引狼入室，害了你一生啊！我不该换嫁。夫人，你烧糊涂了。玉娥现在是皇后，哪有害了她？我害了玉娥，那是我的亲骨肉啊！玉年，我和堂儿他爹情深意义，都快成亲了。谁知你们梁家来提亲，我本不肯的，可母亲说堂儿他爹没本事，
你不同，你是京官，我心动了。我偷偷生下了堂儿，托付给我妹妹，然后装作黄花大闺女嫁给了你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让我梁家替别人养了几十年的野种！你为了那个私生女，竟然要毁了我梁家的亲生嫡女！一切都是我自误了。堂儿是堂儿，玉娥是玉娥，我有什么资格伤害玉娥？2个孩子都被我害惨了。老爷晕倒了，快叫大夫！娘娘，奴婢刚从天牢回来。柳堂儿如何了？是不是又在闹腾？他疯了，又脏又臭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嘴里一直念叨着疯话。咎由自取。他都念叨些什么？他抱着一个草人，又哭又笑的喊：“我才是梁家大小姐，我不要嫁给陈昭，被活活打死。”他还喊：“上一世明明我成功了，我当上了世子夫人，梁玉娥被我踩在脚底下了。”原来他也是重生的，只可惜他只带了贪婪回来，却没有带脑子，真是可悲。还有梁家，听说夫人把当年未婚先孕私通生下柳氏的丑事全抖了出去，梁老爷当场气得吐血中风，一病不起了。这叫恶有恶报。他为了掩盖一个谎言，用无数个谎言和亲生女儿的命去填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这反噬他们只能自己受着。这小家伙精力也太旺盛了，怎么哄都哄不安稳，实在难对付。堂堂帝王治国安邦无人能及，偏偏对付一个小娃娃束手无策，真是笨得可爱。我看呐，太子殿下定是抓玉玺，生来不凡，必要继承陛下的大统，做个千古明君。我倒觉得会是淑简，咱们陛下文治天下，太子殿下自然也是个爱读书的儒雅才子。娘，娘，我的乖安儿。这小子眼光随我，这满天下的无价之宝都不及你娘的一根头发。祖父，好，看到娘娘如今过得这样好，老朽即使此刻去了，也能瞑目了。祖父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您快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您看看，这是您的曾外孙呢。小皇子的手真有劲儿，真好啊！祖父，外面风大，快入席。今日是家宴，没有君臣之分，只有家人。今天多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他也是我的祖父。我曾经以为家只是冰冷的算计和血溅介寿的残酷梦魇，是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的、温暖的家，彻底治愈了我所有的创伤。玉娥，我在佛前许了愿。什么愿？要与你生生世世，下一世你一定要先认识我。
祖父，我听说梁府最近出事了。造孽呀！你父亲自从知道柳堂儿是你母亲私通生下的野种，又得知当年换嫁的恶毒真相，大受打击，直接吐血瘫痪在床，一病不起了。你兄长梁朝本来还在苦苦支撑，没多久也彻底疯了。疯了？是啊，他整日在院子里磕头痛哭，嘴里嚷嚷着想起了上一辈子的事儿，说他对不起他唯一的妹妹。他把家产变卖，安置了女父母，自己请愿流放岭南瘴气之地赎罪去了。梁家算是彻底散了。这是他们种下的因，自然要咽下这苦果。往后我在乎的家人，便只有祖父了。怎么，还在为梁家的事伤神？别担心老人家，他可是大元皇后娘娘的亲祖父，太子的太姥爷。你倒是会给祖父长脸。那是自然。鉴于你夫君我从前把外戚都杀光了，如今这朝堂之上，谁敢不给梁家老太爷面子啊？往后我想收敛戾气，少动纷争，静心度日。咱们杀伐果断的陛下居然要修身养性，真是稀奇。恩怨皆为过往，所幸风雨过后，我还留住了最重要的人。我想变好，从来不只是为天下，也为能长久陪在你身边。此生相守，不离不弃。